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：一个女性在一生当中最多可以生下多少个孩子？相信这个问题一定难倒了大部分人。毕竟生孩子这件事不亚于一场世纪工程，简单用时间来衡量一个女性的生育能力显然是不够的。那真正影响一个女性生育率的因素有哪些呢？目前世界上创造生孩子最多世界纪录的女性又生了多少个呢？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猫眼观察室，在这里猫爷收集了天下最新的奇闻趣事，带您进入闻所未闻的奇异世界。点赞订阅加小铃铛，精彩内容不容错过。初潮即第一次大姨妈是一名女孩进入青春期逐渐性成熟的标志之一。往往初潮后数月至1年后，女性的子宫会开始排卵，这时她就具备了怀孕的能力。所以初潮的年龄和生孩子是息息相关的。其实这个年龄在很多国家都不太一样，比如咱们中国女孩的来潮年龄普遍在12到13岁之间，而欧美国家的女性一般是14到16岁之间。尤其是北欧国家，很多女孩要到17岁左右才来大姨妈，可以说是很少女了。当然了，也有来大姨妈来得早的国家，比如非洲有一个叫吉布提的国家，他们国家的女孩在9岁的时候就来大姨妈了。由于女性成熟比较早，所以他们那边结婚也比较早，差不多是11、12岁就准备结婚了，婚后生下一大堆孩子，尽享天伦之乐。由于不同国家女性的来潮期不同，所以生育率也大不相同，进而影响到生孩子的数量。那既然每个国家都不一样，那这些国家的女性到底能生多少个孩子呢？先别急，要想知道生孩子的数量，还得清楚这些国家女性的绝经时间。毕竟女性一旦绝了经，就意味着她无法排卵，这样也就没法生孩子了。那这些国家女性的绝经时间是多少呢？很巧的是，大家都是44岁。虽然有一部分体质特殊的女性可以坚持到50岁才绝经，但那也只是一小部分。至于其他大部分的女性，大多是44岁就绝经了，这也就意味着她们的生育年龄只有30多年。老规矩，咱们按照不同国家的女性来进行计算。首先是中国女孩的来潮时间刚才说过了，12岁。不过让一个12岁的小女孩怀孕，显然是不符合法律和人伦的。所以咱们按照法定结婚年龄来进行计算，中国女性的法定结婚年龄是20岁，也就是说，中国女性一共有24年的生育时间。按照1年怀孕1年休养的科学时间来规划，一名中国女性一生中就可以生育12个孩子。当然了，这是确保每一胎都是单个胎儿的情况下，如果是双胞胎，那就另算。同理，按照这样的方法，也可以推测出其他国家的女性生育数量。比如欧美国家，女性来潮期比我国晚4年，所以对应孩子的数量就应该少2个，也就是10个左右。而那些非洲国家，由于他们早在10几岁就开始结婚生子了，所以孩子的数量应该更多一些。按照10岁开始计算，一个非洲国家的女性一生中可以生下17个孩子。当然了，这些计算结果都是根据正常标准推理出来的，至于实际情况是不是这样，就有待商榷了。事实上，在很多地方，女性生育孩子的数量远远不止10个左右。比如当年苏联的一位大妈就曾以69个孩子的记录荣登生娃榜榜首。这位大妈名叫瓦莲京娜，曾经为了响应斯大林同志的生娃号召，和丈夫在家里疯狂造娃。短短30年时间里，她就怀孕了27次，每次都是双胞胎或者3胞胎，这才让她拥有了69个宝宝的记录。无独有偶，远在非洲乌干达的一位妈妈，也在15年的时间里生下了44个孩子。虽然乌干达有着非洲明珠的称号，但这里却被认为是全球最不发达的国家之一，而且他们的传统思想也是根深蒂固。这里的人们信奉生的孩子越多，上帝才会庇佑和祝福自己的观念，所以在当地，平均每位妇女都会生育5到6个孩子，生育率位居世界前列。其中有一户大家庭在当地十分出名，这户人家的女主人也是当地有名的红人，她的名字叫做玛利亚姆·纳巴坦奇，被英国媒体称作是全世界现代最能生的女人。大家不禁质疑，她究竟是怎么做到的呢？这就不得不提乌干达的一些恶习了。乌干达之所以生育率高，同婚是最主要的诱因。
这里的女孩就像商品一样，在市场上被随意买卖，一头牛或者一头羊就能换回一个媳妇。因为贫穷，很多家庭都巴不得尽早地将女儿嫁出去，以此来换取相应的报酬。有些女孩10几岁就会被家人嫁出去，而玛利亚姆·那巴坦奇就是受害者之一。12岁的时候，玛利亚姆嫁给了当地一名40多岁的男性，次年她就生下了一对双胞胎。然而，年纪小就生养孩子的玛利亚姆不仅没有从丈夫那里得到任何的关爱，她还经常遭到丈夫的辱骂和暴打，甚至还要忍受丈夫把情人带回家。面对如此委屈的婚姻，玛利亚姆根本无力改写现状。她不但要过着水深火热的生活，也变成了生育机器，不停地生孩子。她的前3胎都是双胞胎，第4胎的时候，她竟生下了4胞胎。医生也曾告诫她，她的卵巢异常巨大，非常容易怀孕，而因为身体的原因，服用任何避孕药物都会对她的生命造成威胁。她将这一实情告诉了丈夫，但丈夫却不当回事，依旧让她生下一个又一个孩子。就这样，在玛利亚姆36岁的时候，已经生下了44个孩子，其中有6对双胞胎、4组3胞胎和3组4胞胎，单胎的孩子也有8个。后来有6个孩子不幸夭折了。生完第44个孩子后，玛利亚姆的丈夫不但没有努力工作，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，反而因为不堪重负，在变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物品后，狠心地抛弃了玛利亚姆和孩子们。为了养活这38个孩子，玛利亚姆每天起早贪黑做活，四处做兼职，给人洗衣服、当理发师、卖废品、酿酒售卖。虽然日子过得辛苦，但玛利亚姆从未放弃过任何一个孩子，这就是伟大而无私的母爱。更令人钦佩的是，尽管日子艰苦，但玛利亚姆还让所有孩子都接受教育，因为玛利亚姆相信，只有知识才能改变命运。目前，她有15个孩子在一家寄宿学校里上学。考虑到玛利亚姆的家庭情况，学校也同意让玛利亚姆分期付款来支付学费。眼瞅着这一大家子生活得如此艰苦，有人就劝说玛利亚姆将未成年的女儿嫁出去，来改善家庭状况，但都被玛利亚姆拒绝了。她唯一的愿望就是孩子们能够健康长大，接受教育，婚姻自由，而不是像自己一样从出生开始从未快乐过。玛利亚姆的童年是非常不幸的。在她3岁的时候，她就被亲生母亲抛弃，父亲要独自照顾6个孩子，很快便娶了新妻子。然而，继母嫁给父亲刚3个月，就暴露出了她的残忍本性。她逼迫玛利亚姆和其兄弟姐妹吃下玻璃渣。玛利亚姆逃跑了，幸运地躲过了一劫，但她的兄弟姐妹却惨遭继母毒手，被折磨致死。于是，父亲只能将她送到奶奶家，与奶奶相依为命。奶奶虽然很疼爱玛利亚姆，但在玛利亚姆12岁那年，她却被父亲强制带走，然后用1头牛和羊为报酬被卖了出去。童年的阴影往往需要一辈子来治愈。正是因为玛利亚姆有着悲惨的童年，她才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幸福快乐，才拼尽全力让孩子们快乐些。而玛利亚姆的付出终究没有白费，孩子们都选择用实际行动报答了这位伟大的母亲。她的第一对双胞胎中学毕业后，一个获得护理证书，一个获得了工程师证书。他们现在都拥有了正式的工作，可以替母亲分担生活的压力了。而其他孩子也在努力读书，渴望早日成才，让母亲过上幸福的日子。玛利亚姆无疑是一个合格的母亲，在经历了原生家庭带来的伤害之后，她不仅没有放弃自己的人生，还将爱平移给了自己的孩子们，用爱治愈了所经历的一切不幸，将一副烂牌打赢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让我们一起为这位伟大的母亲点赞。同时，猫爷也希望那些身处低谷的人们，请不要放弃追求幸福的权利，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。重新振作起来，因为风雨过后就是绚烂的彩虹。最后再求一波点赞和订阅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，千万别忘了按下小铃铛，这样才不会错过接下来的精彩影片。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。